小王很喜欢看书，他平时会在手机上下载很多书，在坐地铁或者排队的时候都可以看。最近他看了一本书，很有意思，中文名字叫《重返世界尽头的咖啡馆》，是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书。其实这个系列一共有2本书，第一本叫《世界尽头的咖啡馆》，但是小王先下载了第2本。不过先看哪本不重要。书里有一个神奇的咖啡馆，它没有开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，也没有人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咖啡馆。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这个咖啡馆就会出现。在第1本书里，主人公约翰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没有意思，他不小心进入了这个咖啡馆，在和老板聊天的过程中改变了他的很多想法。在第2本书里，他已经过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了。但1年以后，他又在旅行中看见了这家咖啡馆。这次在这个咖啡馆里有一个新的客人，他和之前的约翰有一样的问题。他们都有比较好的工作和生活，可是他们不开心，每天都觉得很焦虑。最后他们也都在和咖啡馆的员工和客人的聊天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小王看完这本书以后也开始想，有一些事情他现在觉得很重要，比如说工作，他每天都努力的工作，想挣很多钱。可是这些事情真的重要吗？现在的生活是他想要的生活吗？如果不是，他想要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？小王觉得他需要好好想想这些问题。小王很喜欢看书，他平时会在手机上下载很多书，在坐地铁或者排队的时候都可以看。最近他看了一本书，很有意思，中文名字叫《重返世界尽头的咖啡馆》，是一个美国作家写的书。其实这个系列一共有2本书，第1本叫《世界尽头的咖啡馆》，但是小王先下载了第2本。不过先看哪本不重要。书里有一个神奇的咖啡馆，它没有开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，也没有人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咖啡馆。但是如果你的生活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这个咖啡馆就会出现。在第1本书里，主人公约翰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没有意思，他不小心进入了这个咖啡馆，在和老板聊天的过程中，改变了他的很多想法。在第2本书里，他已经过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了。但1年以后，他又在旅行中看见了这家咖啡馆。
这次，在这个咖啡馆里，有一个新的客人，他和之前的约翰有一样的问题。他们都有比较好的工作和生活，可是他们不开心，每天都觉得很焦虑。最后，他们也都在和咖啡馆的员工和客人的聊天中，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小王看完这本书以后，也开始想，有一些事情他现在觉得很重要，比如说工作。他每天都努力的工作，想挣很多的钱。可是这些事情真的重要吗？现在的生活是他想要的生活吗？如果不是，他想要的生活又是什么样的呢？小王觉得他需要好好想想这些问题。